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钳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以及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将军。钳子好，大家好。另外是淡大战略所教授李大中老师。主持人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中东的局势。现在伊朗宣布转守为攻，你看到他发动了第75波的打击，并且呢，针对美国以及以色列的军队驻地包括您看到美军位于沙国的苏丹王子空军基地所以到处烽火连天。因为您看到这些火箭弹啊，或者是无人机啊，甚至是导弹升起的时候，的确看起来触目惊心。包括在1天之内，美国有21个军事基地受到攻击我刚刚提到了无人机还有火箭这是最重要的，来自于伊朗非常低廉的 CP 值很高的攻击武器。另外，伊朗的媒体的最新的讯息是怎么讲的呢？说是一架美国的战斗机被击中，地点在科威特，已经坠落了一般认为可能是 F-15的战机。那包括您看到伊朗的军方也发布声明说是 F-15的战斗机在伊朗南部沿海以及赫姆兹海峡附近遭到了伊朗防空部队的导弹拦截在这个报道里头有说，这个导弹已经成功的击中这一架 F-15的战斗机。不过我们还在等待美方的讯息来加以确认。另外，伊朗的军方是这样讲，他说已经从防御转为进攻，因为一开始的确以色列跟美国的这个攻势非常猛烈，可是现在呢，他们已经转守为攻了会创造更多的惊喜，这是来自于伊朗武装部队司令的说法。那另外呢，我们看到飞弹上头导弹上头有这样子的一个宣传单，这是来自于西班牙首相的反战言论。因为大家知道您看到这个画面，就是有人把这个宣传单给贴在导弹的上头，这是来自于伊朗这边他们的导弹上头都写着什么呢？说这个战争不仅是非法的，而且是不人道的，还加上了一句谢谢你首相就是伊朗从伊朗的角度，他是谢谢这个 Sanchez， 就是西班牙的首相。因为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 Sanchez 直接拒绝了川普的要求，直接拒绝了美国的要求，他们认为根本不应该有这一场战争。好，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呢，这是来自于伊朗这边的一些通讯社，还有一些media 他们有一些漫画啦您可以看到，包括这个伊朗就是狮子的一个象征，他们在火烤美国的大老鹰像是这样子的一些画面呢，也算是一种内部以及外部的一个宣传。那另外，我们请导播让我们看看这个画面，这是来自于对岸中国大陆 CCTV 央视驻点的记者他们拍摄的独家画面，显示其中在德黑兰有一处爆炸的地点，在德黑兰东部。爆炸发生之后，德黑兰防空系统启动，持续拦截空中的不明飞行物。这是在德黑兰的观点，因为我们知道呢，中国大陆有驻点的记者非常珍贵的把伊朗内部的讯息给传出来这是记者中国大陆 CCTV 的记者拍到的第一手画面。因为伊朗德黑兰现在遭受到猛烈的攻击，那也可以显示当地有一些伊朗自制的一些拦截的一些防空飞弹就把对方的这些飞弹给拦截下来，然后火光四射像是这样的画面。不过这一次德黑兰的爆炸规模前所未有，显现呢这个首都也遭受到非常强烈的攻击。不过川普一天多前不是有下了一个48小时的最后通牒吗？他说，如果赫姆兹海峡你不再开放的话我就会攻击你伊朗所有的电厂。注意，是电厂如果电厂被攻击了，那么一般的人民就无电可用了那有美国的媒体访问川普说，如果他不受威胁呢，他不理你呢川普说好，那就等着看他说的对不对。也不晓得这个答案是什么意思不过我们再来看看，包括现在战场的升级还是这个下降呢贝森特是这样讲，他说必须先升级再和缓一定要把这个事情给弄得更严重然后再 downgrade 这个逻辑是对的吗？就有美国的议员说，你是从来不念历史的吗？你怎么会这样想呢？不过我们再来看看呢，《纽约时报》最近批评川普
你言行不一致哦，并且你非常自我矛盾的谎言，包括第一项是川普曾经说他已经彻底摧毁了伊朗100%的军事能力，可是现在显然不是事实啊！伊朗不断的发起军事打击。第二，他说美国对伊朗的战事已经基本结束，可是现在呢，他从各地调着一大堆的这个军队啊，包括陆战队要前往中东，不晓得他的地面战是不是要发起？第三，美国政府说美军拥有近乎无限的弹药供应，可是看起来不是啊，一下子是消耗了很多的弹药，而且呢，从韩国调动萨德运往中东哦，所以你到底川普在搞什么鬼呢？我们再来看看，包括前一阵子3月9号，巴林这个地方发生了爆炸。那个时候呢，大家都说啊，可能是伊朗发动了无人机的攻击。可是现在啊，真相看起来越来越明朗。这是路透社的报道，说巴林他调查了，他说他承认了这件事情跟爱国者飞弹有关哦，有可能是爱国者飞弹升空拦截那这是由驻巴林的美军他操作发射的，而不是伊朗的无人机。来，先请教两个。川普大部分讲的话都是错的啦。他最近又说，那个北约跟日本已经同意要协防赫姆兹海峡，就那个美国那个媒体 Axios，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去问，没有一个国家要派护卫舰。所以什么叫协防呢？人家就是给你做个文章这样而已，发了一个声明啦。对啊，他们并没有说要派护卫舰啊。然后他又修了啦，他本来说要打电厂，然后说是 peace through strength 嘛，和平来自于力量，这是雷根讲的话。有实力才有和平啊。对，他现在又写了这个 peace through strength， 这是白宫写的。然后川普下一面写说 put it mildly， 我要温和一点，慢慢的，温和一点。那到底这个晚上要不要打？要不要打电厂？晚上48小时就满啊。今天晚上？对啊。那你到底要不要打？那如果他口的话，那大概油价又要跌一点。最近几天不都这样吗？像今天为什么亚洲股市都大跌？因为美国昨天大跌嘛。对，美股大跌。所以。就大家都在跟着他的氛围走了我们也不知道川普的相关朋友有没有借着他这样的发言再进场买股票了，一下买一下卖，尤其是油价，对啊，最容易操纵了。其实美国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办了因为这个情况比如说国防部又提了2000亿美元的预算要给国会。那他显然是从民进党得到了启示了，他也没有写要买什么那只说这个战争打下去，那就有国会议员问呢，说2000亿美元到底这个战争要打多大？没有人能够回答。海格赛斯是国防部长他没有能力回答这个问题，他就直接送审，这不跟台湾都一样？内容不知道。台湾还有一些项目了，还有一些。那这个海格赛斯，人家问他，你为什么要编到2000亿，而且是针对伊朗战争乌克兰打了4年，美国只花了1880亿，你伊朗战争为什么要编2000亿？你就知道这个国家已经乱到什么程度了。真正懂军事的人，现在声音都进不去啊。军事怎么会轮到贝森特讲话呢？他财政部长。那军方的人为什么都不讲话？是让那个国家反恐中心的主任肯特，他前天接受那个塔克卡森的专访，他就说，开战前最后1个礼拜，他们不一样的声音都进不去。那他们的严重的判断是认为都被以色列拉着鼻子走了。美国军方包括参谋长，包括情报总监，包括反恐的中心主任，包括国防部次长那个科伯奇，都反对开战那请问川普，你凭什么决定开战？
我刚刚讲的是情报单位、军方、国防部次长，这些都是专业的。你到底是根据什么开战？女婿吗 ？Kushner， 他懂什么开战？中东特使2个人都是做房地产的。我讲白了，2个人都是犹太人，是不是拿到了以色列的报告？根本就是以色列说服了你，你没有根据美国自己的专业报告来行动嘛？所以你去想一想，你既然是这样做，当然就会造成现在军方啦、情报单位啦，还有国防部就那个海格塞斯每天都在当跟屁虫嘛。有专业的是 average copy 都不讲话，你有没有发现？你有没有发现比较专业的，像国务卿卢比奥也不讲话了，然后那个副总统 J.D. Vance 也不讲话了，变成他自己在玩啊。然后这个贴文变来变去，实在是难以想象了。我已经看到无数的贴文啊，说美国最大的国家安全危机就是川普本人啊。那很多人也不知道怎么办啊。连川普的支持者，这个 Quincy 研究院做了民调，有79%希望立刻结束战争。他自己的支持者哦，如果问到民主党，那就不得了了。全国民意一面倒，完全不甩啊，就这样啊。对，所以这也更加深了大家对这场战事的预测，基本上根本无法预测，没有人可以了解川普在想什么。美国3个战略判断错误，而造成目前的状况。那首先，他的弹药准备不够。当初的美国联参会议主席凯恩就讲了，我们弹药是不够的。他后来真的现在弹药不够，因为当初他想打4天，现在一下打了20多天了。整个现在弹药从外面调拨，从本土调拨，换就在战场上，尤其在中东地区这方面的弹药的这个存储根本都不足，就开战了。那变成了。现在为什么说伊朗反攻？不是伊朗大反攻，是因为美国火力薄弱了。是这个样状况出在这个地方，火力不够了。你刚开始的时候，这个猛虎出甲，那后续乏力，那造成伊朗这方面的反扑，感觉到好像伊朗反守为攻，不是伊朗反守，伊朗一直真实承诺，一直到现在为止，超过75波次了。伊朗还有导弹，伊朗还有大量的无人机。目前状况是这个样，所以当初凯恩有讲弹药不够，那个川普并没有听进去，他就决定一定要动武，那造成目前的状况果然没错，这个专业应该走向专业的评估，专业的建议，应该采纳专业的这一方面的整个做出来的建议才对，并没有做到。第二个战略错误啊，就是错估了预期的战果。那伊朗经过这几10年的战场经营之后呢？有些目标是假的，真的目标藏在地下，那在地面上的目标可能是假的，所以以色列也好，美国也好，感觉到战果辉煌，那不是战果辉煌，有一半是假的啊，打到的是假目标，打到的不是真实，好不容易冒着生命的危险，这个进入这个投弹实施轰炸，结果会呢9牛2虎自己炸的是假的，是充气的，有大半是充气的，有一大半是假的，那真的在地上，在地下。在藏于地下怎么办？所以现在换句话说，整个的错估了预期的战果。那现在呢，我们可以知道，这个美国也好，以色列它是实施空中优势。那空中优势，伊朗呢？伊朗是导弹优势。这空中优势对上导弹优势，那现在空中这优势好像逊色了。为什么？因为已经被伊朗摸出了它的惯性。所以这些 F-15也好 ，F-35、F-16，美国的这些飞机啊，其的风险越来越高，因为以前是远距遥攻精准制导武器，那现在用的差不多了，现在一定要飞进去做轰炸，飞进去深入内陆，那深入内陆风险就增加。全世界没有100%的防空优势，没有100%，它有一个连或者有一个营，它有刺针飞弹、人吸式的刺针，这个也是防空啊，它有高射炮。有这个高射炮也可以打飞机啊，没有100%的，没有说这伊朗完完全全没有这个防空的能力，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他在几个习惯
这个美军出入的出入点设伏做狙杀，那这个不是就会把战机给打下来。最后一个，我认为地面战准备不够，到现在为止，地面战的所修建的海军作战还在调动当中，还没有部署完毕。那现在地面战根本不要去讲，没有地面战，胜负难定。所以看地面战准备不够，先打仗再调动，我认为犯了重大战略错误。是。来请教大钟老师怎么看？对，如果根据一些媒体的分析哈，可能这场战争啊，对伊朗的这个军事攻击的这种决策，应该是小圈圈中的小圈圈决策。所以说呢，当你已经下手了之后，其实可以看到，可能在川普的政府里面，不见得每个人都支持。但是呢，你很少看到像刚才提到这坎特反恐中心主任愿意公开出来唱反调，大部分选择方法可能就我大概就不说话，我可能就退居第二线。这里面最明显的可能还不是这个卢比欧，而是副总统潘斯、副总统 J.D. Vance 因为上礼拜有一些媒体就在特别分析他对于川普这个战争决策是有重大的反对意见但是应该是劝说无用。那发动攻击之后，他选择在不讲话。那甚至有些媒体分析是说他现在刻意跟川普的决策保持距离，但不说违背他的话，就等待到美国民意里面有更强烈的这种反转，这时候他再出来，可能斩获一些政治上的一些利益这是某种媒体的一些分析那第二个地方就是说，因为打到现在，其实我如果根据这个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上个礼拜在国会的作证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参考价值因为他说伊朗的这个军力尤其海空军被大幅度的削减军力但是呢并没有完全摧毁，那尤其展现在我们比较熟知的各式各样的弹道飞弹，还有呢巡弋飞弹，还有更多的是无人机因为在开战之前，美国在打击之前一般的判断是伊朗在各式的弹道飞弹的数目可能都2500到6000这么多但是经过了3个礼拜来的消耗，那有的是被美军所摧毁，还有保留到1000到3000枚。那这个载具这种机动的这种飞弹发射载具，大概还有剩下100多到200多这么多。那至于这个无人机保留的数目程度是更大的，意思是说，目前来讲，这个伊朗要反击跟报复的家底还在，一时之间还没有到最底的状况所以这是美国比较在意的。那第二个地方是2天前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有做新闻简报，他主要琢磨的还是对于海军的摧毁，但这比较不令外界好奇。他的用语是说对伊朗的这个打击，目前是开战第一天就1000个目标，到现在超过8000个，基本上已经击毁了伊朗海军130艘各式各样的舰艇，但大到可能是这种巡防舰、潜舰，小到可能是那种布雷小型的飞弹快艇。但他特别补了一句，他说这是2战结束到现在美军创纪录的开战3个礼拜之内，把对手的海军毁灭到一定的程度。这个数字我觉得没有太大的惊讶，因为目标相对简单应该早就被美国锁定，那剩下可能就是一些漏网之鱼。但是美国难打击的还是我刚刚所提到的藏在各地的巡弋飞弹、弹道飞弹因为伊朗的国土面积非常的广，还有很多早有多年来的准备了在地下。对，在地底下这些更是很难去把它找到或者是摧毁。不过我们看到伊朗对于以色列的攻势也是非常的惊人。先来看看这个画面，这是3月25号午夜刚刚过，有一枚携带着集束弹头的伊朗飞弹照亮了以色列。透过我们的画面，你可以看到当时的情况，包括耶路撒冷还有约旦河西岸的夜空都被照亮了，这个空袭的警报也立刻响起，那平民当然就赶快躲进防空洞里。必须讲这个战争对所有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平民都非常的不公平。你看到半夜，你睡到一半，你惊慌失措，你担心你的生命受损，你担心你亲爱的家人被飞弹给击中所以大家赶紧逃命了。不过我们再来看看前2天发生的事情是伊朗的这个导弹
它的飞弹已经可以炸到以色列的核武库这个地方其实很多人都很惊讶，就是在以色列的南部，那也是一个核研究中心。您看到有火光所以居民说那个声音非常的大那当这个导弹打中了这个核设施附近的一些目标之后呢，居民当然也躲进防空洞。可是他们在防空洞里头也可以感受到非常大的剧烈的摇晃。等到飞弹警报解除，他们走出来一看，就像您看到的画面，到处都在起火，所有的这个楼房啊，通通都被摧毁了您看到一片残破这样的景象的的确确我们不愿意看到，可是正在世界上发生，而且正在发生中。我们来看看，包括中国大陆的官媒是这样讲：以色列的大麻烦来了为什么？就是我们刚刚讲这个核设施嘛，一般都以为以色列固若金汤，尤其是它的核设施应该保护得很周全怎么搞的被伊朗给袭击了呢？所以这个外界就在想，伊朗即使在这样子的状况下，它的指挥系统还有控制能力、战术的执行精准，还是让外界这个觉得很有掌握所以我们看到包括这么多波的导弹跟无人机的攻击以色列还有美方的防御资源大大的被削弱，也被消耗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像以色列还有美军基地各种的残破，那到底怎么样维持到最后呢？尤其以色列它其实是一个人口非常少的一个国家，纳坦雅胡那当然他要展现他非常 tough 的一面他就对外说我们以色列跟美国是为世界而战，大家赶快一起加入吧。我们来听听看。Israel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working together for the entire world, and it's time to see the leaders of the rest of the countries join up. I'm happy to say that I can see some of them beginning to move in that direction. 好，纳坦雅胡说他们会加尽全力去消灭伊斯兰这个各种的护卫队或者是革命军的领导人，并且打击他们的设施，还有经济资产等等包括你看到美国跟以色列他们联手袭击了伊朗的一个广播电台，造成了一死一伤这也是对他们内部的一个资讯的一个传播做了一个打击。而另外呢，有人就注意到一件事情了，以色列的弹药是不是也不够了呢？因为他们用了10多年前、数十年前旧的老的弹药来攻击伊朗所以也有很多人在揣测，包括我们看到以色列他也拨款8.25亿去买这些紧急的安全物资，而且另外我们看到包括以色列军方也在申请额外的资金要补足总预算的不足，打仗很花钱的，所以不管美国不管以色列都在加紧他们的银弹。那另外呢，我们看到以色列它是双向作战，除了攻击伊朗，它也在攻击黎巴嫩，因为他们跟真主党已经打仗打了很久了。我们看到以色列狂炸关键的桥梁，就是两国中间的桥梁，所以黎巴嫩的总统他就说有可能以色列要发动全面的入侵，地面入侵所以你看到，包括以色列的国防部部长就讲了他们要再拆除黎巴嫩南部跟这个以色列接壤的那一些 area 的一些房屋要仿效加萨的拜特哈嫩跟拉法模式看起来真的是要直接要攻进去了。不过我刚刚讲了很多次，平民是最无辜的。黎巴嫩很多平民他们可能也不是真主党，可是他们就住在那儿。于是你看到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空袭，名义上是对真主党的空袭，可是平民也一样被击中。这位先生，你看他头上还贴了一个绷带，脸上都是血。他说：“我失去了4个女儿，因为以色列跟真主党冲突20几天，已经有118名黎巴嫩的儿童在战争中死亡。”来请教亮哥。这个以色列去打伊朗的那个纳坦兹核设施这个动作是很奇怪的啦，因为美国已经对伊斯法罕附近的核设施都摧毁了，那你为什么还要再打纳坦兹？很多人都认为这里没有核弹浓缩又不在这里那可是令人最意外的，不是以色列去打纳坦兹，而是伊朗以打以色列的核设施作为报复。对，我跟你讲，不能这样打的，这是国际的潜规则。就你打我的核设施，我可以打你别的啦。可是如果你也打我的核设施，那双方就不断往上卷嘛，恶意螺旋，到最后就会螺旋到
你要不要用核弹，或者伊朗要不要用脏弹啊？而且以色列这个区啊 ，Dimona 以前从来没有成功被打进来过，这是第一次。这里是以色列最严密的飞弹的防空区了，结果也拦不到，所以这个引起了以色列很大的惊恐啊！如果连 Dimona 都打得到，那我讲白了啦，以色列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封得住了，包括你的海水淡化厂。那如果下一波是海水淡化厂呢？我随便举例啊，特拉维夫距离15公里有一个叫 Sarak 海水淡化厂啊，占以色列海水淡化的25%，就提供特拉维夫的用水嘛。我跟你讲，这个东西不需要全面摧毁，你只要打那个最大的就好了。那特拉维夫是不是在1个礼拜内就会出现大量的难民呢？因为你没有办法生活啊。那如果产生这种状况呢，一样嘛。川普说要打伊朗最大的电厂啊，那个电厂其实也不是很大，那可是就是供应德黑兰附近的电啊。那伊朗就说，你如果打我的电厂，我就打阿拉伯的海水净化厂，互相毁灭就是了。我跟你讲啊，沙地阿拉伯不是沙地阿拉伯，整个海湾地区海水净化厂非常的多，可是沿着它一定要沿着海湾建嘛，最大的都在海湾的这个岸上啊。如果伊朗选择来打这里啊，所以昨天有人就在评估啊，说沙地阿拉伯那个海水淡化厂那很大啊，如果伊朗真的打那里，立刻产生700万的难民，1个礼拜内。那请问这700万的难民怎么办？他只好到处移动啊。所以我觉得川普真的要想清楚了。你不懂军事就要问了。伊朗如果这样打，请问你怎么解决这个局啊？我跟你讲，缺水比缺电还要可怕啊。对，是没有办法生活伊朗就是掌握了这个海湾国家跟以色列都是缺水的国家。因为伊朗有高山的融雪，所以它的海水淡化的水量只有4%，沙地阿拉伯是80%，那个科威特更严重，90%，以色列也将近80%，所以我跟你讲，这种东西，这个已经完全都违反战争法的了，不能这样打的啦。结果这次大家就不管了，你核设施也打，那我也打你的核设施啊。那以色列现在就恐慌啊 ，Dimona 也防不住，那以后怎么办？那你海水淡化设施你防得住吗？是啊，如果人家集中打特拉维夫，还有海法北部那个城，2个都打海水淡化厂，你以色列怎么办？水谁来提供啊？所以双方都杀红了眼哦，这个已经不可收拾了，将军。无论现在打下去的话，这个美国跟以色列的史诗怒吼行动哦，可能会进入史诗困境。那就是史诗困境在哪3个指标呢？第一个，它的精准弹药消耗太大量，消耗太快了。那现在就变成传统弹药，那传统弹药就没有精准弹药那么管用。精准弹药可能打1枚就可以命中目标，传统弹药就会失准，它的圆周弹道误差就会比较大，那可能所使用的弹药会消耗的比较多。那这样的话，弹药又要继续大量消耗，因为毕竟伊朗它的体量都太大了，国土面积啊164万多平方公里，它可以这个分区屯除，分散各地。那这样子就变成目标太多，让以色列的初级的任务机会贝多利分，因为你要轰炸的目标太多了，没有办法到位，没有办法全到位，对伊朗所造成的战损就会非常有限。所以现在伊朗呢这方面的真实承诺还继续一波一波，因为它从内陆，从伊朗的东移的地区这样做发射，那这个安全的防护跟战略的纵深是够的，因为以色列它从跨境作战进入它的空军进入到伊朗，那还要在伊朗的内陆，那这个航程太远，风险太高，载弹量不能多，因为毕竟太远了。所以一般来看的话，这个史诗困境，我认为首先是弹药问题，第二个
是情报判断，因为情报当初评估过于乐观，这些目标炸完之后，伊朗就没有空军了。这个地方炸完之后，伊朗的防空能力就没有了。同样的，这个地方炸完了，伊朗的报复、它的飞弹能力还有无人机可能也就没了。结果没想到，它的战略情报失误判断过度乐观，那造成到现在以为伊朗战力已经后继乏力了，但是伊朗的真实承诺还继续一波一波伊朗他自己号称还可以打60天，可以打2个月了。但是换句话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伊朗目前的弹药还是有。那这样的话，以色列要面对、要承受来自于伊朗的报复打击。那我认为这是另外一个错误。第3个错误，我认为那个以色列的战力防护，它反导的系统已经变弱了，所以以色列的耶路撒冷，还有它的首都特拉维夫，以及它的海法港，还有它的核子能研究机构被炸。为什么反导系统现在没有办法反导了？都被伊朗能够穿透渗透成功，而且伊朗现在它现在用单一炸弹改为集束炸弹，因为单一炸弹一拦截之后那打完了这个飞弹这个导弹就报销了。它现在没有，当被拦截的时候集束炸弹散开，将近好几十个、70、80个小弹，整个散开之后杀伤面积更大。虽然它对重要的目标没有办法这个重磅打击，但是这70、80个这个小弹整个集束炸弹散开之后对各个目标造成的破坏不得了，是个面的破坏。那它不做点的打击，做面的破坏，那也会造成以色列在这一方面的这个战损严重，尤其是它的建筑大楼。所以耶路撒冷也好，特拉维夫也好，还有它的空军基地都受到伊朗的导弹的攻击。那在这一方面，以前以色列是防空飞弹密度最高，既固若金汤。那现在的话，都被伊朗穿透成功，造成以色列也有很大一部分区域也是满目疮痍。这是以色列建国以来前所未见。那史诗怒吼慢慢就会进入史诗困境的阶段。是，以色列也付出了非常大的代价，只是我们并不知道他现在受损的状况，实际的情况我们并不知道。对，刚才可以看到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呼吁说其他国家跟着美国跟以色列一起行动。他也说已经有更多的国家展现出一些迹象往这方向前进。那我们也看到，其实川普最早是在3月14号，社群媒体开始点名用点名的方法，英国、法国、中国大陆、日本、韩国，你们要一起进来，这个荷姆斯海峡要去维护这个海峡的安全不能只靠美国。那之后呢，他又开始点名更多的国家包括从欧盟到北约。那我们也看到这些国家基本上有些反应包括几天之前有几个欧洲国家站出来跟日本不是有个声明，那这2天有更多的声明出现。但如果我们仔细去看这些被川普点名的欧洲、亚洲的这些大国，他们的回应很明显，基本上都很没有明确的行动跟具体的承诺，这跟川普的期待差非常多。那其实道理完全不容易，不难去做理解因为这时候假设投入这场战争，牵涉到这场战争，那这些国家还是会受到很大的风险，不管是他们派出的船舰或是他们在全世界各地都可能被伊朗列为打击跟报复的对象所以当我看到3月18号这6个国家的公开声明，其实非常有趣，用字遣词都非常模糊，说我们会采取适切的作为，然后会呼吁伊朗不要做这个，不要做这个，谴责伊朗做这个做那个，到此为止，其他都没有多讲，都没有多承诺到目前为止，除非我觉得假设哪一天战争告一段落，我觉得这些国家可能会用一些名目出来做行动，不管是扫雷，或是重建，或是做一些人道援助会做。但这个当下这个节骨眼，每个国家的算盘都非常精，因为都有内部的政治要做。那第二个地方是因为从228到现在包括川普本人他提过好多次，最新一次的提法就是说他列出5个战争的目标从弹道飞弹能力的削减，对伊朗核子武器，还要消灭摧毁伊朗的这个国防供应的能力到要保护这个美国在这地区的盟友。然后2天之前他又抛出所谓的这个
我们上世纪的翻译叫做《爱的美敦书》，就是最后通牒2天。但是从发出这个最后通牒到现在，我们如果去看伊朗的回应，比过去更强硬，就说门都没有，那反而是继续发动所谓的打击跟所谓的报复。好，所以我觉得目前战争会往降温的方向走，还是往升温的方向走，我是稍微还是比较悲观。啊，因为这要牵涉到双方的互动，即便是川普最后选择华丽转身，宣布单方面的这个胜利，我很难想象伊朗就算了，他就荷姆兹海峡就让出来，不会，他反而会因为这一次体会到说这是生存之战，是荷姆兹海峡就是我最后最重要的工具，我不会轻言就放出去，解除所谓的这个封锁跟管制。是伊朗也有好朋友哦，我们看到这个在伊拉克的亲伊朗的民兵哦，他是武装组织，他昨天晚上8次袭击了巴格达机场附近的美军中心，而且是8次，包括用火箭弹、无人机哦，所以你可以看到呢，到处都有人在点火。另外，川普发文的最新的发文是 "Peace through stress"。To put it mildly， 哦，这是刚刚这个亮哥在上一个节目其实有特别提到，这是他最新的发文。如果翻成中文来说，就是以实力追求和平啦。我讲得非常保守，川普的意思是这样。那到底如何用实力来追求和平呢？他会怎么做呢？因为他对这个伊朗的最后通牒的时间滴答滴答，时间倒数只剩下几个小时而已哦。那他到底会不会攻击伊朗的这一些电厂呢？现在不知道。可是呢，伊朗的军方现在已经反点名了，反而去威胁说，如果你敢打我的电厂，我就要来攻击海水淡化厂，包括海湾国家以色列哦，这些通通都在攻击和威胁的范围之内哦。包括您看到以色列空袭德黑兰这件事情呢，哦，也让伊朗非常火大，所以呢，现在已经威胁说，海湾国家的电厂我也有可能会去攻击啊。我刚刚提到的海水淡化设施、发电厂，还有这些海湾国家的经济、工业、能源哦，根本就是。如果真的大家要不顾这个任何的道德底线的话，我通通毛起来我就攻击你哦。现在已经变成互相毁灭大战。那另外呢，伊朗的议员也证实哦，荷姆兹海峡现在他们要收费了哦。什么意思啊？哦，打仗需要钱哦，所以伊朗已经开始对行经荷姆兹海峡的部分邮轮收每艘邮轮200万美元，你要过这一条海峡，你要过此路，你就留下买路财哦。200万美元大概是6400万台币哦，因为他们说战争要有成本呐哦，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状况是非常的混乱。华尔街啊，冷冷的说，你川普自己找的呀哦，你把自己逼进了墙角，谁都救不到你啊哦。我们再来看看油价啦、股市啦，乱七八糟的事情啊，蜂拥而至。可是现在呢，伊朗还有王牌哦，不是石油，还有核武，它拥有的，我们看到的就是脏弹。哦，刚刚亮哥也提到了，如果把这个伊朗给逼急了，他六亲不认，他丢脏弹。什么是脏弹呢？它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做放射性散布装置。它把常规的炸弹跟放射性的物质结合在一起，那爆炸了之后呢，放射性物质会散布到区域，然后造成污染哦。那它的爆炸的冲击力虽然不像核武器这么惊人，可是它会污染农田、水源，造成严重而且长期的危害。另外呢，现在最严重的或者最令人担忧的是，美国本土也遭受到了一些攻击哦。我们看到大家觉得美国很强大呀，可是它的路易斯安那州巴克斯戴尔空军基地啊，目前遭到这个数十架无人机闯入，而且这些无人机很厉害哦，它已经避过那些干扰的能力就是那些干扰的一些设施啊，它居然可以闯进来，所以这个基地的人员就处于就地避难的状态哦。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空军战略核武这个核威慑的核心基地。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总部所在的巴克斯戴尔基地，这个地方很重要。可是呢，你看到9号到15号有多波的无人机的骚扰而且算起来有12到15架，所以你可以看到的北美防空司令部就说这是一个不对称的威胁，而且这个威胁慢慢的提高了。来，亮哥，这个霍姆兹海峡
如果收过路费200万美金哈，它是针对那个 VLCC 啊，就是超级大的邮轮啊。那目前封在波斯湾有60艘啊，可是我跟你讲，它是怎么算的啊？因为你困在波斯湾一天的日租金42万，5天就200万了。哦，那还不如给他们200万。那你要不要离开？要啊。你要不要离开啊？这个你不能用苏伊士运河来比较了，因为苏伊士运河同样 VLCC 过运河费用是40到60万，所以有人就觉得伊朗在勒索了，那这个是战争啊。不过我跟你讲啊，伊朗的想法一定是他希望未来能够变成苏伊士运河。埃及赚了多少钱？而且这个有可比性哦，因为本来苏伊士运河是法国、英国控制的，结果苏伊士运河战争1956年，埃及把它国有化嘛，所以后来大家乖乖的交过路费，所以他目前200万，有没有人要出来？一大堆，一大堆人在排队。那 VLCC 超大型有60艘，所以大概就是会收到12亿了。那他就可以拿来打仗。反正12亿美金，这也没多少了。我跟你讲啊，其实大家不要只看到这一面，你应该看到另外一面。波斯湾的油到底被困住多少？中国可以过，印度可以过，巴基斯坦可以过，日本可以过。我跟你讲，这4个国家就占波斯湾的油超过50%。我觉得伊朗已经逐渐开始调整战略了，它不是全面禁运，因为你全面禁运啊，你会变成全球公敌啊，那联合国都没有人支持你啊。所以他现在做分类啊，那未来大家就来观察韩国可不可以过，那接下来就轮到台湾可不可以过，那接下来就欧洲不同的国家可不可以过？对，终极目标就是只有美国跟以色列不能过，可是这没有意义，因为美国跟以色列用不到。所以这个问题到底是虚的还是真的？其实大家最好深入研究了，恐怕不是这样了啊，因为它联动到很多东西啦，不是只有原油跟天然气，还有氦气啊，对不对？半导体的需要的东西不止啊，还有医疗器材也要用到对氦气啊，那尿素啊，硫磺啊，肥料啊这个都是肥料的部分啊。那还有石化业的一些原料，什么甲烷、丙烷啊，还有聚乙烯啊，一大堆啦。可是我跟你讲啊，实际上越来越倾向可以过了，至少我们现在已经确定，中印巴已经过了，日本还不确定，这个礼拜可能是日本，对，有他们还在谈嘛，对不对？会同意了，会同意，因为我跟你讲，伊朗这个国家啊是有恩报恩的啦，不要小看日本，日本有对他恩哦，日本在2伊战争的时候是支持伊朗，所以支持了伊朗的财政，其实日本人常常干这种事。那我们对伊朗有恩吗？没有啊，我们当然没有，我们当然没有恩。我坦白说，我们的贸易商在伊朗做了不少生意，可是，在伊朗被制裁之后，都收不到钱。OK，可是日本人是很精明的，因为他的油来自波斯湾95%，是，所以他无论如何要打通这个鬼门关呐。那这个礼拜应该会放日本过去了。对，的确，我看前一阵子已经有新闻在讨论日本在跟伊朗做相关的协商。我们进一下广告。好，再过不到12个小时，我们看到所谓川普的最后通牒时间就到了。到底这个战事会怎么样发展呢？来，请问将军。我认为这个战事已经发展到大家彼此互相报复。那以色列或美国炸伊朗的相关的设施，伊朗也就回复炸他的，比如台式弹药厂也好，核能研究中心也好，或者对方的这个军港也好，都是对等的报复。一对等的报复呢，那变成这种会走上不对称的报复。为什么？因为伊朗去报复打的都是现代化的电厂、现代化的美军基地、现代化的这个以色列的基地。那以色列跟美国去打那个伊朗，那都是比较相对于来看，都是比较建设上都比较落后。
因为伊朗毕竟贫穷，经过40多年的经济制裁是这个样啊，那就变成了伊朗所报复的都打了高价目标，那这个以色列去美国轰炸的都是低价目标，那打下去之后谁比较痛，谁比较亏得多？当然是美国跟以色列。当然我讲的美国在中东地区这些驻军，不管是卡达、科威特、巴林，还有这些阿联酋等等。第二个会走到什么？会外溢到这个战争会从中东去外溢到其他地区，其他地区美国驻军，美国在海外的驻军800多个，那美国本土也有可能，这个可能不是伊朗在后面策动，可能是有一些基本教义派。那现在呢，他基本教是去凑合弄一些无人机，那反正附近有美军的基地，就飞机去这边把它做自杀式的攻击。我认为这不能完全排除，因为美军坐在海外的基地既然有将近800个，那会贝多利分，你叫他们怎么防范，那都会有百密一疏的可能。所以这不对等的报复对美国来讲会比较吃重。第三个我们来看呢，就是战略水道，因为伊朗控制了荷姆兹海峡这个战略水道，那控制了战略水道啊，他现在局部开放，他现在开始收钱，我开放，但是我收钱，那开放换现金，现金去买武器，毕竟飞弹啊，还有这些无人机啊，都是零件要去买，然后到伊朗再做组装。那现在他也做转换了，他把这些不见得要封锁，封锁对伊朗来讲未必有利，那何不换现金比较实用呢？所以我认为伊朗在战争当中，他也在做调整，走上实用主义的路线。好，我们接一下广告。好，我们最后时间交给大钟老师。对，我们看伊朗最近的一些他的反击的做法跟所说的话还是蛮特别的。比如说2天前，伊朗的这个军方的这个发言人特别暗示说，伊朗可能会对全球发动恐攻哈。但你也可以说是心理战，但他特别点名说，不管是公园或是各地的观光胜地。好，我觉得这是一个他的一个预告，或是暗示，也可能是一个心理战。那第二个就是2、3天前，他不是伊朗向这个英国在印度洋的这个所控制的基地发射了2枚这个弹道飞弹啊，虽然都没有成功一枚是在中间就失效，一枚是据说是被美军的神盾舰给拦截但是这也是一种政治讯号的这个释放。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这个从这个伊朗打击到这个基地，大概距离是将近4000公里但是一般我们过去的判断是，伊朗并没有超过这个中程弹道飞弹射程这种飞弹因为伊朗有为数非常众多的短程弹道飞弹，1000公里以下，那1000到3500公里就是中程弹道飞弹。那这一点其实大家都知道有，数量还不少，尤其是1000多公里，将近2000，可以打击到这个以色列境内，但是它发射程可能快将近3000多公里的弹道飞弹，这也是一种政治讯号的这个散布。